今天没事啊，我到这个菜市场来转一转。啊，咱来买我的鸽子来。你这有鸽子？哎，我这有鸽子，我的鸽子漂亮，能雄心，能上广东、杭州、日本、马来西亚。哇，你的鸽子还能到外国去？到外国去，雄心。你这说哪地方说哪地方？你看这个老板啊，他这里有一只鸽子，我来看一下啊。这鸽子贵啊，这鸽子贵？哎，8800。哎，别吹牛吧，你什么鸽子？这是能雄心，不雄心的这个便宜，180。他鸽子还值8800？哎，8800啊，我这鸽子雄心。我先看一下啊，这鸽子是哪里的？啊，我现在抓起来看一下啊。哦，你抓起来看看，你真想要的就便宜话啊。你看我鸽都有刺，雄心。你看上哪地方上哪地方。朋友们看一下啊，这个老板吹牛吹的。不是吹牛，是真的。你真想要的话，60块。他说他能送到，他说他这只鸽子能送信送到香港、马来西亚。你要哪你上哪地方上哪地方。我来看一下是谁的。老板，说个老实价，多少钱？最少60块。60块。哎，这鸽子，真的好鸽子有1000有1万多的、8000多的，正常的。我跟你讲真话，我都跟你去逛了，这漂亮。那腿都有这骨，你看这都有这都有骨能雄心。你说这个我知道。最想要的60块啊。好的，60。哦，就是要卖了啊！啊，卖了啊，成交了，成交了。60块拿下。鸽子我拿回来了，我在那里初步的看了一下，这个鸽主也是一个大名将，甚至他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你不要看那老板吹的牛逼哄哄的啊，也只是卖给别人吃的。我把它买下来，一个我看它可不可以用，第二个也是解救了它。别人买回去也只是一碗汤，在我这里也许它可以发扬光大。朋友们，如果你遇到了一只鸽子，鸽主也比较有名气，还有鸽子的自身条件也不错，你是否会花几十块钱把它买下来？朋友你们好有网友在问，鸽子的毛地虫和鸽子的白色念珠菌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今天就来简单的说一说。念珠菌鼻呢，它是真菌型的传染病，它主要的是侵害鸽子的消化系统。一开始的时候呢，鸽子的口腔还有那个咽喉部位充血潮红有分泌物增多，后来呢导致鸽子口腔部位的黏膜呢生成了白色的浆膜和溃疡那个鸽子的口腔那里有那个白色的浆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癜，还有的呢口腔溃疡就溃烂。有的朋友就说了，我的鸽子口腔里面怎么烂掉了这个就是念珠菌病。例外严重的时候呢，鸽子的上颚，也就是上面那个呼吸道那个上颚鸽子的上颚还有食道、咽喉部位有那个黄色的呈块状的辅助窝，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使鸽子呢呼吸受阻，到最后呢死亡。尤其是在口腔那个咽喉部位食道那里、气门那里形成黄色的那个块状的东西它能阻住了呼吸道，能够致鸽子死亡。那毛地虫的症状，我想朋友们基本上都知道了毛地虫呢，它也是口腔里呢分泌物增多，也会形成白色的小白点。但是呢，毛地虫它还有一个区别，毛地虫呢，它食欲减退、羽毛蓬乱、饮水增多、拉稀，还有它发病的初期那个鸽子喉咙这里有呼噜呼噜的声音，那就是毛地虫。毛地虫主要侵害的是鸽子的呼吸道，如果不及时治疗，
也会致鸽子死亡啊，这2种病都能致鸽子死亡。我今天再告诉朋友们一点，毛地虫和白色念珠菌病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它们口腔里的小白点，如果是毛地虫的话呢，你用棉签轻轻一擦就没有了；如果是念珠菌病的话呢，你擦不掉，因为它是是一个白色的假膜，你擦不掉的，那个就是念珠菌病啊，这就是最大的区别。那么念珠菌病怎么治疗？我们以前呢，通常呢是用那个药物呢治菌霉素，但是现在呢，也就不需要像那样治了。那治菌霉素还要连用7天，现在基本上就用口黄剂啊，口黄两日净、口黄1厘净就可以了。那毛地虫朋友们都知道啊，毛地虫只有甲硝唑，还有 T 硝唑啊，甲硝唑的升级版啊，这个都可以。朋友们只要记住一点，你分不清的时候记住一点，它那个小白点你用棉球擦一下啊，擦掉的是毛地虫，擦不掉的是念珠菌病。好的，朋友们，今天我就简单的把鸽子的毛地虫和念珠菌病的区别和朋友们说一下。谢谢朋友们对我一贯以来的支持。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动动你的手指点个赞，谢谢了，再见。朋友们你们好，我上一次说了养500对肉鸽1年能赚多少钱啊？那个视频发出去以后呢，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一些养鸽子的朋友呢，也有的说根本赚不到那么多钱啊，他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即使能赚到那么多钱，或者不止那么多钱，他们也会说赚不到钱。当然，今年是由于特殊的原因，由于受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小鸽子呢很难发出去，这个呢也是切实的一个情况存在。但是我说的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从那以后呢，我又走访了一些养鸽大户啊，和他们真切的交谈。在交谈过程中啊，我把这个养殖成本呢，我都记了一下啊，默默的记了一下。我今天呢就来算给朋友们听啊，按照我这个记录计算的结果，我来和朋友们聊一聊。就是你养1对整鸽，1年能赚多少钱？我们算它一只鸽子1天吃40个粮食，1年365天，1对鸽子也就是吃58.5斤，我们算60斤。小鸽子我们算它1年孵化10窝啊，我们先算10窝，1窝的小鸽子从它出壳到销售25天左右，一个小鸽子我们算它是2斤，1对老鸽子我们算它1年孵20只，那就是40斤粮食。1对整鸽1年吃100斤粮食，按照平均的价格1块5。鸽子的防御加保健杀，我们算10元一只啊，水电费加鸽笼的折旧，我们就算它15元一只啊，这个其实是不要的，根本不要的啊，我们算它15元一只。那么鸽子目前的市场价格，最低的15，高的20多，在我们这里是大批量的走，每只鸽子是18元，高的23。那么我们就按照18元来计算，1对鸽子1年孵20只小鸽子就是360，360减去粮食，我们算它消费160啊，粮食150，再算160，再加上药品10块钱，再加上材料损耗，一共185块钱。那么20只小鸽子360减去185，还有175块钱。175块钱，我们再算它小鸽子有损耗，再算它1年平均1对鸽子减去36。那还有139，也就是1对整鸽1年可以赚139。当然有的朋友说1年孵不出来这么多，养肉鸽你还用其他的方法增加它产量的，1窝3孵的，1对整鸽你给它孵3个的并窝的啊，那个也就是提高了产量，那个我都不算了。那么我再出去9块钱的损耗费，也就是1对整鸽最低1年可以赚130，是吧？这个是最保守的最低的算法是这么多钱。我说的是正常的情况。好的，朋友们，我今天这是根据几个养殖大户，我和他们聊天，我记下来了他们所算的成本。好的，朋友们，关于这个1对鸽子究竟能赚多少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意我的计算方法？